她是大唐最得闲的公主，事迹进入24T，颜真卿亲自为她撰写碑文。和正公主是唐肃宗李亨的三女儿，唐代宗李煜的同母妹妹，也就是打金之中升平公主的姑姑。关于她的故事，史书中并没有记载，她的知名度比起大唐的前几代公主似乎也鲜为人知。但是在她生活的时代，这位公主的行为见识得到了上层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一致好评，她的英年早逝更是让人扼腕叹息。在她死后，大书法家颜真卿亲自为她撰写碑文，欣赏之情溢于言表。和正公主短暂的一生究竟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她为什么被人们认为是大唐最贤德的公主？欢迎来到红颜丹青频道，本频道主要讲述历史上一些著名女性的传奇人生，品读经典人物，感悟别样人生。本期主讲人为您带来和正公主的故事。和正公主出生于公元729年，死于公元764年。她3岁丧母，其实那个时候的3岁是虚岁。和正公主的母亲去世时，她的实际年龄才1岁多。公主虽然没有能享受到亲生母亲的关爱，但是后来在宫中地位相当于皇后的韦贵妃，对待公主如同亲生女儿。加上公主才华横溢，非常聪明，又十分明理，韦贵妃和公主的父亲唐肃宗李亨自然对这个宝贝女儿极尽宠爱。公主并没有因为皇帝和母妃对她的宠爱而产生不适当的行为，反而以十分纯洁的爱回报了父母。史书记载，公主以敏慧纯孝著称。当父亲李亨生病时，她衣不解带地照顾父亲，对待养母韦贵妃，她也像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因为和正公主在父亲李亨生病期间的照顾，李亨觉得应该给这个女儿更多的赏赐。但是当公主知道自己的妹妹宝章公主没有得到父亲赏赐的田地时，她自己就推辞了父亲的赏赐。最后李亨让宝章公主和和正公主一同受赏，她才接受了。和正公主的聪慧也是有具体体现的，在后来为公主撰写的碑文中，颜真卿就用了至若左右图史，开示佛经，金石丝竹之音，绘画工巧之事，耳目之所闻见，心灵之所领略，莫不一览玄解，终身不忘，来赞美和正公主的聪明智慧。也就是说，这位公主读书过目不忘，对佛经、音乐、书画等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这样的描述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不可否认，公主本来就是一个天资非凡、爱好广博的女子。和正公主小时候，大唐还处于开元盛世，这个时候她的父亲李亨还是太子，所以她一开始还只是郡主。在安史之乱中，唐肃宗在05继位，才将她册封为公主。和正公主落落大方，性格豁达刚正，别人不敢对她父亲说出的话，只要她觉得有理，一定会对父亲直言不讳。唐朝时，宫廷中也流行演戏，这个时代演出的戏还不是后世那种有完整故事情节的戏剧，而是有更多调笑色彩，更注重插科打诨的参军戏。参军戏不仅娱乐性明显，还有很强的讽刺性。有讽刺性本来就可以直接鞭挞当时的一些社会弊病，但是有些时候在台上表演，掌握不好适度的原则，就会出现一些过分的场面和事件。当时有个回纥贵族叫阿布斯，因为谋逆罪被杀，他的妻子就被罚到宫里去做喜剧演员。一次演出时，阿布斯的妻子换上了演员所穿的绿衣，戴上了假胡须。因为装束笨重，加上阿布斯的妻子原本也是个贵妇人，不太会表演，所以一些笨拙的举止加上她窘迫的样子，引起了台下人的一阵哄笑。在大家都在哄笑的时候，和正公主可是一点也笑不出来。本来丈夫被杀，对于这个妇人已经是很大的痛苦了，现在又让她扮作自己的丈夫，去演自己家的伤心事，等于被剥下了所有的尊严，这简直太不人道了。在场的很多人都是从小养尊处优的王公贵族，对别人的苦难缺乏基本的理解。和正公主对官员们的这种安排很气愤，她认为阿布斯犯罪不应该牵连到他的妻子，所以就主动劝父亲把阿布斯的妻子扎伊送出宫，将她好好的安置了。
一个人对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给予尊重很容易，对与自己地位差不多的人给予尊重也很容易，但对于一个比自己地位低很多，而且是罪犯家属的人也给予尊重，就非常难能可贵了。和正公主成年后，嫁给了出身河东柳氏的高门男性柳谭。柳谭文武双全，是一个很有才能、品德高尚的男子。和正公主结婚后，不仅与驸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且持家有方。柳谭的哥哥柳成娶了杨贵妃的八姐韩国夫人。在杨贵妃受宠的时候，和正公主和柳谭不去讨好杨贵妃，为自己谋好处。安史之乱后，韩国夫人被乱军杀死，和正公主主动承担起照顾韩国夫人孩子的重任。公主的做法让柳氏一家对她非常感激。在安史之乱中，和正公主同父异母的姐姐宁国公主寡居在家，独自逃难又发着高烧。当时皇室中人都各自逃难，谁也不去管宁国公主。和正公主在逃难的路上看到十分狼狈的宁国公主，就主动照顾她。一家老小再带上宁国公主，走起来十分缓慢，而且当时内有流民，外有强敌，形势非常危险。宁国公主让和正公主先走，不要管自己。和正公主不仅没有答应，还把驸马柳谭的马匹给了宁国公主，自己和驸马牵着马匹徒步行走，一天走100多里。路程非常艰难，但和正公主一点儿也不嫌辛苦。在逃难的过程中，每到一个休息的地方，柳谭劈柴，和正公主就亲自做饭，照顾姐姐宁国公主。宁国公主渐渐恢复了体力。如果不是和正公主的照顾，宁国公主恐怕早就死在逃难的路途中了。因为搭救姐姐这件事，和正公主被写进24娣中，成为后世的典范。夫妻二人到了蜀地，发现蜀军首领郭千仞有反心，把唐玄宗包围在玄英楼。经过安史之乱，唐玄宗威望扫地，又失去了兵权，对想要造反的军民毫无办法。关键时刻，和正公主当机立断，给驸马柳谭递剑，柳谭张弓搭箭，一连射杀50多个叛军。后来援军赶到，叛军被击溃。唐肃宗回到长安后，国家百废待兴。和正公主本来在战乱中散尽了家财，但是她凭借父皇的支持和自己过人的商业眼光，在短时间内积累起大量的财富。公主积累的这些财富，并不是为了让自己的家庭多么富裕，而主要是用于充实军费。当吐蕃的大军对大唐趁火打劫时，朝廷军费短缺，和正公主一次就捐了上千万。之后，唐肃宗要修建陵墓，和正公主承包下了这个工程项目，很快又赚回了千万。到了唐代宗李煜在位时期，吐蕃对大唐的进犯更加频繁，甚至一度威胁到首都长安的安全。一次，吐蕃又来进犯时，公主正怀着孕，常年的劳累加上过于频繁的生产子女，让和正公主早早地耗尽了精力。但是当时军情紧急，唐太宗对于这个妹妹又十分倚重，遇到这样的军国大事，一定要把公主叫到宫中去商量。柳谭坚决反对公主拖着重病的身子进宫，公主却说：“哥哥的事就是我的事，难道你没有哥哥吗？”公主坚持进宫。回来的第2天就因为难产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才35岁。唐代宗一向把这个妹妹视为国之瑰宝，听到妹妹因忧劳国事早早地离开了自己，非常伤心。他为妹妹的死辍朝3日，又命书法家颜真卿亲自为妹妹撰写碑文。和正公主一生信佛，时常以忠敏孝悌的规范勉励自己。她临终之前嘱咐丈夫，要用僧尼的服装裹住自己的身体，并把她安葬在寺庙中，不要因为自己的死亡而伤心。如果丈夫和儿女们能在她死后常常想起她生前的言行，她就很欣慰了。生性旷达的和正公主早已看透了生死，与驸马深情话别之后，她就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死亡。和正公主的一生尽管十分短暂，但是她在世时乐善好施，又为国事操劳，积累了很多善行，受到当时世人的广泛爱戴。时光虽然已经过去了1000年，但是通过颜真卿为公主撰写的碑文中那种强烈的欣赏赞美之情，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和正公主也许就是一个像颜真卿一样拥有一腔浩然正气，又时刻把国家安危放在心上的人。
一些人之所以能够被历史铭记，只是因为他拥有着崇高的地位；一些人被历史铭记，是因为他有着高贵的品行。像和正公主这样既有崇高地位又家言义行的人，真的很难得。正因为难得，所以才弥足珍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就请转发、点赞、加关注吧。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